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昨天的科技圈呢，终于是消停一会儿。大飞，我终于有时间可以做一做其他节目。之前录的好多节目呢，还没来得及剪，后续呢慢慢给大家放出来吧。3月23日，TikTok CEO 周受资代表 TikTok 出席了美国国会听证会，经过了长达5个小时的质询，讨论的内容包括 TikTok 的信息安全、青少年保护、毒品信息以及程序上瘾等等。整个听证会过程极其严肃，问题呢也远比18年扎克伯格参加听证会的时候更加尖锐。今天我不太想讲整个听证会的内容和过程啊，因为在我看来，无非就是这些议员们自说自话。整个听证会呢，也就是走个过场。因为周的回答经常被打断，你都不让人说话，那你听什么证什么呢？对吧？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己上网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主要是做一期人物的节目，来聊聊周受资。我本人呢没见过周受资，但是因为我老婆呢在投资圈有幸见过一面，她的评价是聪明、体面、有素养，非常好的一个人，华人的顶流。这是我老婆的亲口原话啊，不过我不会吃醋的。了解过周的履历背景之后呢，其实我还是非常尊敬他的。对于听证会这场闹剧呢，我觉得他其实都没必要去，你换一个黑人原住民 LGBT 去是吧？哭哭把这帮议员一顿卷，看谁还敢逼逼。不过呢，TikTok 可能也是考虑公司的形象的问题，没办法，只能让小周来受这个委屈了。接下来我们言归正题，周受资1983年生于新加坡，也在新加坡长大。因为他的中文名比较绕口，我后面呢就简称他为周。周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完成了新加坡的义务兵役。这段经营生活呢，对他的影响很大。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他懂得了不要浪费时间。在这样的初心之下呢，他开始力求事事尽心尽力。在退役之前呢，他就已经获得了上尉的军衔。离开军营之后呢，周前往英国继续学习，就读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2006年，他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以后呢，就在伦敦的高盛集团找到了一份投资银行家的工作，也就是 banker。2年之后呢，25岁的周辞职，前往美国哈佛商学院攻读 MBA，并且在这里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 Vivian。Vivian 呢来自中国台湾，同样就读于哈佛大学。简单说两句 Vivian 啊，他的履历背景也相当的厉害。他2000年到2004年就读于美国维尔斯利学院，这是全美排名前5的文理学院。然后也是在高盛工作了4年之后，去了哈佛大学读 MBA。目前是新加坡一个家族管理投资公司 Tamarind Global 的 CEO，新鸿基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时，他也是他的母校维尔斯利学院的大学董事会成员。好了，我们说回到周。2010年呢，周从哈佛商学院毕业，毕业前呢，曾经在 Facebook 实习。当时的 Facebook 还是个初创公司，他由此呢接触到了科技的行业，并且听到了另一句对他人生影响很大的话，那就是 Facebook COO 桑德伯格曾经说过的：如果你被告知要登上火箭，不要去问应该坐哪个位置，而是先登上去就好。因为这句话呢，周在商学院毕业之后呢，选择加入了由俄罗斯亿万富翁尤里米尔纳掌舵的风险投资公司数码天空科技，也就是 DST Global。当时呢，这家未来的超级投资集团刚刚成立，没有人知道它到底会如何发展。但是当米尔纳向周伸出橄榄枝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在后来的采访中，他解释道，说自己的耳边反复的响起那句话：先登上去就好。因为专业的背景知识以及流利的普通话，周很快就成为了数码天空科技中国区的负责人。刚到北京的时候呢，他几乎没有任何的人脉资源。为了尽快的打开局面，他频繁的请朋友帮忙牵线搭桥，尽可能多的去参加活动。有的时候呢，一天能安排10个会，一周能见30家公司，一年下来就是300-500家。随着时间的发展呢，周对业务的认知以及能力也在快速的提升。他认为投资是一个技术活，前期呢需要大量的积累，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工作中，他非常重视思考，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呢，都要想一想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该做还是不该做，不该做的别做了，该做的事情呢就多做一点。他把这些都记录下来，逼自己去思考。每次呢见完一家公司，周都会重复一遍这个流程。在他看来呢，不思考就等于白干。大家都学着点啊，真正的聪明人
都不是靠蛮干的，既要有行动执行力，还得要学会总结思考，两者缺一不可。福布斯曾经这样形容周，这个哈佛大学 MBA 毕业生，快人快语，仅仅花了1年的时间，就结识了20多家顶级金融咨询机构的主要合伙人。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够将人脉、思考都转化为业绩。DST 联合创始人约翰·林德福斯就认为，周为 DST 打开中国市场奠定了基础。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雷军。据知情人士透露，为了认识雷军呢，周先是通过此前建立的人脉，与雷军个人天使投资的初创公司建立了联系，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公司认识了雷军，一直到2011年3月，他成功的让 DST 的2位老板米尔纳、林德福斯与雷军见面，就在小米拥挤的办公室的一张茶几旁边，4个人一边交谈一边喝茶。最终呢 ，DST 用5亿美元收购了小米7%的股份，缔造了一个回报数倍的经典投资案例。除了小米呢，2010年到2015年 ，DST 在中国完成了多个最赚钱的投资项目，包括对京东和阿里巴巴的投资，以及对快手、滴滴的投资，周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2015年，素有挖人冠军之称的小米，把周从 DST 挖到了自己这边，而周也通过这次选择，完成了从投资人到企业 CFO 的转型。不少人应该都还记得，雷军当时激动不已，兴高采烈地发了一条微博，称周是他见过的最杰出的投资人之一，绝对的高富帅。从此以后呢，小米员工和米粉们都习惯地将周称为小米第2帅，因为第1帅只能是雷军。在担任小米 CFO 期间，周最重要的成就当属成功操盘了小米2018年在港股的上市。小米上市呢，是当时港股市场规模最大的 IPO， 也是港股首个同股不同权的企业。虽然周的成绩单非常亮眼，但是在小米内部，很多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为小米上市所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这又是一位本来可以靠着颜值吃饭，结果比谁都拼命的年轻人。2018年操盘小米上市的时候，周分享过一条微博，上面写着：未来的1年里，连睡觉都是浪费时间。雷军曾在一次采访时形容周有一种对世界复仇一般的勤奋，据说他会将见过的每个投资人都列在一个 Excel 表格中，最后这个表格列了1500行。小米上市1周年之后，周开始兼任小米国际部的总裁。此后呢，小米不断的拓展海外的业务，即便是2020年1月到3月，国内疫情最严峻的时刻，他也没有停下脚步，依次辗转香港、瑞士、东南亚以及欧洲等地进行业务的拓展和洽谈。这一年呢，即使在全球疫情的挑战下，小米集团的海外业务，尤其是欧洲业务，仍然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智能手机出货量连续3个季度位居欧洲市场前3名，并且在西班牙市场首次登顶。2020年的财报显示，小米的国际业务扩展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市场总营收1224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34.1%， 占小米总营收的一半。在小米，周还继续发挥了自己的投资专长，带领小米投资了270多家公司，其中的华米科技、云米科技、石头科技等等公司都陆续上市。与此同时呢，小米还成立了100亿级的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从 CFO 到跻身董事会，再到成为合伙人，不少人甚至认为周会成为雷军的接班人。但是在2021年，他突然宣布自己即将离开小米，加入字节跳动，担任公司的 CFO，base 在家乡新加坡。据周身边的人透露在北京忙碌工作的这些年，周和家人聚少离多，即使他在办公室的显著位置摆放了家人的合影，把手机屏保都设为家人的照片，我相信也很难抚慰远离家人的痛苦。据说呢，周有个习惯，每品尝到美食，第一个反应就是拍照发给家人，而且每次都会加一句：下次你们来，我带你们吃。可是谁也不知道下次到底是什么时候。尽管在小米的发展很好，但是在离开新加坡18年以后，回家已经成为了他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对于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爱将，雷军虽然舍不得他离开，但是还是选择了放手。他将周受资称为一起奋斗了6年的兄弟，并且在个人的社交媒体
发布了一张两人的合影，写道：尽管有各种不舍，依然祝福周受资同学人生无限精彩。2021年，周空降字节跳动，成为了公司历史上第一位 CFO， 引发了巨大的骚动和讨论。当时人们猜测他的到来是字节上市的重要信号，但是仅仅过了短短半年时间，周就从字节 CFO 的位置上卸任，他临危受命，出任了一个比 CFO 更具挑战的角色，担任字节跳动海外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从2020年起， TikTok 就成为了全球互联网最为关注的项目之一。在疫情之下，它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到2023年， TikTok 的月活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10亿，全球下载量超过了30亿次。2021年的访问量已经超过了 Facebook， 仅在美国，月活用户就有约 1.15 亿人，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 34%。 TikTok 的出现打乱了原本的全球互联网秩序，很快美国政府就宣称考虑封禁 TikTok， 字节开始了漫长的斡旋。在这场危机之中呢，上一任的 CEO 凯文梅耶尔上任仅仅100天就宣布辞职了。就连张一鸣也说道，在一家像我们这样发展迅速的公司里，担任领导职位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凯文梅耶尔出任 CEO 期间， TikTok 接连遭遇来自印度、美国政府的行政令，意图将 TikTok 从字节剥离。与此同时呢，全球的科技巨头都在等待瓜分 TikTok。 那么该由谁来接替梅耶尔，接下这副重担呢？2021年的4月30日，字节跳动宣布了答案，周受资将兼任 TikTok 的 CEO 一职。此时呢，距离周加入字节跳动也就刚满1个月。有媒体因此写道，周受资在字节跳动最需要他的时候顶了上去，并且评价他是最完美的人选。其实周和张一鸣早就有渊源，早在2013年，四处碰壁的张一鸣带着今日头条，也就是字节跳动的前身，找上 DST 的时候，负责并且决定给今日头条投资的就是周。据业内人分析，当时周看好头条有3点原因：一、创始人很厉害；二、清楚大方向；三、数据很好。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字节跳动才在他的内部任命信中这样写道：周受资对我们的业务、团队和文化非常熟悉，他在 DST 工作期间就认识了我们，并且推动了 DST 在很早期就投资了字节跳动。曾经在小米与周共事过的 Google 前高管雨果巴拉也认为周是 TikTok CEO 的合适人选。他说道，周受资在中美语言和文化环境下长大，客观上说，他比我在中国商界遇到的任何人都更适合担任一家想成为全球巨头的中国公司的双料高管。2年来，临危受命的周受资也交出了优异的答卷。他周旋于复杂而且危机四伏的政策市场环境，率领 TikTok 稳步增长。据市场调查机构 AppTopia 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22年全球应用下载量前10的榜单中， TikTok 以 6.72 亿次位居榜首。2022年 TikTok 的全球收入为35亿美元，与2021年的23亿美元相比，同比增长了近 60%。2022年2月，任 TikTok CEO 将近1年后，周还创建了自己的抖音账号 Showtime， 向公众展示他的个人生活，包括和粉丝分享自己观看超级碗比赛，遇到比尔·穆雷等名人。他还在视频里透露自己是一名高尔夫爱好者，也是喜剧演员凯文·哈特的粉丝。但是美国对 TikTok 的麻烦并没有结束，一次次的发出封禁威胁。上个月，周宣布将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在上周参加听证会之前，周在 TikTok 的官方账户里发布了一段视频。 Hi everyone, it's Shou here. I'm the CEO of TikTok. I'm here in Washington, D.C. today, and I have some news and updates to share with everyone here. Today, I'm super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more than 150 million Americans are on TikTok. That's almost half of the US coming to TikTok to connect, to create, to share, to learn, or just to have some fun. This includes 5 million businesses that use TikTok to reach their customers, and the majority of these are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es. Now, these numbers are amazing, and I'm so thankful to all of you and the 7,000 TikTok employees in the US who are helping us build this incredible community
in America and around the world. Now, this comes at a pivotal moment for us. Some politicians have started talking about banning TikTok. Now, this could take TikTok away from all 150 million of you. I'll be testifying before Congress later this week to share all that we're doing to protect Americans using the app and deliver on our mission to inspire creativity and to bring joy.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s what you want you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to know about what you love about TikTok. 他说自己已经到了华盛顿了，并且问 TikTok 的用户有什么想对美国国会议员说的。在视频的最后，他表示，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他可能会将 TikTok 从你们1.5亿人手中夺走。在听证会上，面对数十家媒体的长枪短炮以及议员们的质问，周受资都一一从容不迫地给予了回答，干练有素，而且言辞谨慎。他的这些举动赢得了很多美国用户的支持。出席听证会之前，他的那条视频收获了50万点赞。出席听证会之后不到1天，这个视频点赞数量就已经超过了200万。结束听证会后，他还进一步的发了一封内部员工信，除了重申在听证会上的意见，还感谢了同事们的努力与坚持，为自己能够代表公司、代表大家每天所做的工作而感到自豪。同时呢，他也表达了自己的信心，坚信能够让 TikTok 成为全球最受信任的平台。不过显然呢，要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周受资还是 TikTok， 都还有更加艰难的挑战要面对。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